金池，团团，婉婉。哎，娘亲。江婉婉坐起身来，把团团紧紧抱进了怀里。团团，宝贝。团团悄悄擦了擦眼泪，伸出小手轻轻拍着娘亲的背。娘亲不哭，团团都没有哭哟。太好了，太好了。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你知不知道你自己从昨天晌午过后就昏睡到现在，可急死我们了。你都不知道我们团团受了多少委屈，你都不关心他陪着他的。到底怎么了？他不明白婉婉怎么昏睡后醒过来这般激动。宝贝，你先出去玩好不好？娘亲要和爹爹说点事儿。那娘亲和爹爹要快点说完呢。到底怎么了？跟我说说好不好？你记得团团2岁的时候，有一天特别冷，你回来的时候，团团就坐在大门口，都快冻晕了，后来还发了热。啊，记得。好在咱们团团没出什么事儿，他太依赖我了，才去门口坐着等我的。不是的，不是，咱们团团是被那个女人给赶出去的。团团太乖了，他不愿意说自己的娘亲不好，才骗你说是在等你的。你怎么知道啊？因为我都看到了呀，我在昏睡的时候一切都看到了，是那个女人抢走了我的身体，她抢了我爹娘，还不好好孝顺他们。我那么辛苦生下宝贝团团，他怎么能那般打骂？秦坚持，他真的是太讨厌了。江婉婉语无伦次，秦静池好半天才反应过来，诧异地瞪大了眼睛，喉头滚动一下，不可置信地问道：你生下了团团？婉婉，我怎么听不懂啊？还有，他抢了你爹娘又是怎么回事啊？总之就是这样，那个女人，不，我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反正她抢走了我的身体，只有她病痛或者发生什么自己不能接受的事情，才会短暂的把我换回来，让我帮她承受，然后又抹去我这段记忆。那她现在？她死了，因为那天她染了风寒，头疼的厉害，就把我换了过来。哪成想她换过去的时候，便正好被丧尸给撕碎了，来不及交换，所以我才能一直留下来啊。江婉婉痛恨那个东西，但又有些庆幸她不喜欢秦静池，庆幸她害怕痛苦。没事了，以后婉婉是我的婉婉，是团团的娘亲，谁也不能把你从我们身边抢走的。金池，还好和你在一起的人是我。秦静池眸色深深，侧头轻吻着他的鬓角、脸颊、眼眸。我很庆幸。团团，你怎么出来了呀？你娘亲醒了吗？外婆，娘亲醒了，只是娘亲醒过来就一直抱着团团哭，她说要和爹爹说话，就让团团先出来了。这是怎么了呀？不过还好是醒过来了。外公外婆，爷爷奶奶还有小叔叔去哪儿了呀？他们去通知村里人了，你们明天就要办乔迁宴了呀。团团乖乖点头。爹娘，以前都是我的错，我以后再也不惹爹娘生气了。爹娘，这些年我好想你们。爹也有错，爹也想我们婉婉呢。婉婉，都是爹娘不好，我们应该多来看你的。他们3人抱着流泪，秦静池就抱着团团，在一旁温柔地看着。江婉婉也是有爹娘从小疼爱的。爹爹，娘亲和外公外婆为什么哭呀？你娘亲她呀，就是想她爹爹娘亲了，想抱抱他们。哦，团团知道了，就像团团想爹爹娘亲一样，有一次爹爹和娘亲回来的好晚好晚，团团因为太想爹爹娘亲了，也哭了呢。爹爹和娘亲好久没见到我们团团，也会很难过的。
那爹爹和娘亲要经常想团团呢。不过不要难过，你们早早的回来就能看到团团了呀。团团一直都在家里的。好。爹娘，你们快坐吧。嫂子，你终于醒了，我们担心你，都着急忙慌的回来了。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哎呦，你吓死娘了，昏睡了这么久也不见醒。娘，你们别担心，我没事了。爹娘，我们明天乔迁宴要借的锅碗瓢盆，你们都借了吗？借了，都放好了，也都够用的。婉婉呐，你说咱们要不要请几个人来帮忙做饭呢？大牛哥他们明日都不去卖豆腐了，说是要过来帮忙呢。乔迁宴自然是要在新房那边办的，于是吃过午饭，大家都得把锅碗瓢盆以及炉灶都搬去新房那边。要是有时间，还要把家里的零零碎碎也搬过来。爹爹，这个小盆放在哪儿呀？团团真厉害，不愧是我儿子。团团还能端好多东西呢，爹爹都可以交给团团。那爹爹想想啊，这样吧，团团，一会儿你可以背你自己的小衣服。好，团团都可以背过来，背完团团的，再背爹爹和娘亲的。坚持，锅碗瓢盆都端过来了，趁时间还早，再去搬一下家里常用的那些东西吧，明天咱们就直接住过来了。好。秦晋池应下，抱起团团坐在他的肩头，便走出了新房的院子。见他们父子俩走了，江婉婉又去和婆婆他们收拾着别的东西。爹爹，爹爹，我们的新房子太漂亮了，团团好喜欢好喜欢。我们明天就可以住进来了。我们的大床特别大，而且娘亲铺的被子好厚啊，肯定特别暖和。秦晋池无奈地笑着，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到时候可怎么让这小家伙自己睡一间卧房啊？团团可不知道爹爹在想些什么。色泽漂亮的糖醋排骨，蒜香浓郁的蒜泥白肉，酱香十足的红烧肉，麻辣鲜香的水煮鱼，鲜美香浓的鱼丸汤和鲜甜味美的油焖大虾，每一道菜都令人口齿生津，欲罢不能。接着又上了番茄炒蛋、糖拌番茄、清炒白菜和萝卜排骨汤，这下菜就算是齐了。今日是我家的乔迁之喜，大家吃好喝好啊！恭喜恭喜！这大房子可真漂亮，恭喜了！恭喜！说完话，大家就把目光都放到了饭桌上，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开始大快朵颐。我自从上次在他家吃了竣工宴，我可每天都想着那些菜香味呢。谁说不是呀？这净池媳妇儿的手艺可太好了，什么东西从她手里出来都是香喷喷的。那你是不是还没去过他们家开的海鲜店吃过东西呢？我上次去他们家点了那一道那个叫什么肉蟹煲，那才当真是世间美味呢。竟都开起店了，乖乖，那得要多少本钱呢？人家没开店的时候还摆摊卖那什么狼牙土豆和铁板豆腐呢。哦对了，还有炸鱼丸，那可都是美味啊，那般的好吃，估计是挣了很多银子。谁让人家净池的媳妇儿有一手的好厨艺呢？你们说这秦净池可真是撞了大运了，竟能娶到这般漂亮温婉还能挣钱的媳妇儿。这江婉婉以前可不是这般好的，她以前就连自己儿子都不管的，她家那孩子每天饿的呀，要不是她旁边的李贵还有秦大牛他们觉得那小崽子可怜，偶尔给顿饭吃的话，那小崽子估计都要没了。你管人家以前怎么样呢啊？人家现在过得好就行了，嘴里吃着人家的饭呢，都堵不上你那张嘴了，一天天的啥也不知道干，就知道在人家背后嚼舌根呢。你少说点儿，少说点儿，人家婉婉对咱们多好啊，哪里是这牛桂芳说的那种人？我不是说这个，只是咱们乡里乡亲的伤了和气。哼，谁要跟他和气？桂芳呀，那江婉婉以前是做的不对，但也估计是家里不宽裕吧。熟姬我可是好几次都见着她在她家老房子那边的院子里牵着她家小崽子玩呢。对呀对呀，我也看到过，她那小崽子可粘她了，每天都笑眯眯的，不像是你说的那样啊。
秦晋池家那小崽子长得也真是好看，而且又乖巧，在路上见着了还会笑眯眯的喊人呢。谁说不是呀？我家那臭小子要是像他家小崽子一样乖的话，我就不舍得打他骂他了。唐三婶儿，你家小石头可调皮得很呐，和秦晋池家的团团比起来，简直就是个小魔王。一旁的牛桂芳看着众人说的这些话，面上都有些挂不住。他说的又不假，以前的姜婉婉就是这样的呀，见他家那小崽子瘦瘦弱弱的，他还给过他饼子呢。看着大家都讨论起别的了，他也插不进去嘴，就没有再多说什么。气愤地看向桌上的饭菜，化悲愤为食欲，1块红烧肉，1块蒜泥白肉，再来1块糖醋排骨，只1个字：香。爹娘，你们都想什么呢？快吃啊！这排骨焖煮的特别软烂，你们快尝尝。外公外婆，这个甜甜的肉可好吃了，团团就特别喜欢。江贤武和李三娘看着吃得喷香的团团，都不由得咽了咽口水，默默夹起了碗里的排骨吃了起来。吃着吃着，也不需要姜婉婉说什么了，吃完碗里的就非常自觉地又夹了1块。婉婉呐，这是什么菜呀？娘好像从来没吃过呢，味道又怪又好吃的，我都说不上来。这是我偶然买到的种子，在旧房子那边种了一些，娘要是喜欢的话就多吃一点。好好好，娘知道了。亲家母啊，你倒是和我一样喜欢这番茄呢。我家阿燕他们可都吃不太惯，只能吃点儿炒熟了的番茄炒蛋。接着两人便讨论起了自己最喜欢哪道菜，吃着菜笑得开心。婉婉呐，我们留下来帮你收拾吧。谢谢嫂子们。张叔张婶儿和林路林江他们也都留了下来。虽然院子里一片狼藉，但人多力量大，收拾起来也不费力。没过多久，锅碗瓢盆就被刷洗得干干净净了。趁天色还没黑，大牛他们便和秦晋池、秦晋燕一起去把从各家各户借的碗筷和桌椅还了回去。弄完这些，天色也彻底暗了下来。婉婉呐，你这柚子茶可真好喝，还能喝到柚子的果肉呢。娘，我做了好多呢，你要是喜欢的话，我给你装一罐子带回去，你自己冲了泡着喝。不，你们自己留着喝就是了。娘也没那么喜欢的，再说了，喝糖水也是一样的。娘，我做的多着呢，我还打算放到店里卖呢，所以你放心喝便是。那好吧，不过装一点就好了，娘和你爹都喝不了太多的。好，婉婉呐，我们烧了热水，今天也累了一天了，快洗洗休息吧。好。等大家都洗完，都进了房间，姜婉婉和秦晋池才抱着团团进了他们的卧房。秦晋池把他放到床上，小家伙就开心地打了个滚儿。爹爹娘亲，我们的床好大好软呀，团团好喜欢。说完，小家伙就钻进了被窝里。爹爹娘亲快上来呀！秦晋池和姜婉婉笑着对视一眼，便上了床，躺在软软的床铺上。姜婉婉瞬间就泄了力，今天累了一天，她是真的疲累极了。秦晋池后面搬桌椅板凳什么的也好不到哪里去，只有团团还很有活力。爹爹娘亲，我们的新家好大呀，还有很多以前没有的东西呢。团团喜欢吗？喜欢，好喜欢。团团，那要是你自己住这样一间房的话，你喜欢吗？爹爹，团团已经有了呀，我们现在都在这儿睡觉了呀，爹爹怎么笨笨的呀？爹爹不是这个意思，爹爹是说，如果你以后自己睡觉可以吗？就是不跟爹爹和娘亲一起睡了。团团听完皱紧了眉头，过了好一会儿都没说话，从秦晋池身上爬到床铺边上去，在角落的被窝里缩成小小的一团，随后传来了他闷闷的声音：爹爹，以后团团都只睡在最边上可以吗？不要赶团团走。
江婉婉听到小家伙略带哽咽的声音，立刻便清醒过来，把床边上的小人儿又抱进怀里。团团，你爹爹他说笑的，我们怎么会赶你走呢？爹爹和娘亲喜欢你还来不及呢。可是爹爹总会把团团放到床边上，不让团团和你们一起睡。团团早上醒来都知道的。爹爹为什么不喜欢团团了？以前爹爹都会整晚抱着团团睡的，是团团不乖了吗？看着哭得可怜兮兮的团团，秦静池心中无奈又心酸，便从江婉婉那儿把团团抱进了自己怀里。团团被爹爹抱进怀里，觉得更委屈了，哭得也更伤心了。团团，你是爹爹和娘亲最重要也是最喜欢的人，怎么能说爹爹不喜欢你这样的话呢？啊？可是团团为什么不能和爹爹还有娘亲一起睡觉呢？团团以前都没有和娘亲一起睡过呀。团团想和你们一起睡，不想一个人。爹爹，团团想要弟弟妹妹吗？啊，弟弟妹妹。团团告诉爹爹，想不想要弟弟妹妹？团团想要弟弟。团团不喜欢妹妹吗？没有呀，只是弟弟可以陪团团玩呀，而且也会喜欢团团喜欢的东西。村里小茹姐姐他们都不喜欢跟团团、狗蛋哥哥还有二娃哥哥玩的，说女孩子不喜欢男孩子喜欢的东西。那团团想要弟弟的话，就不能跟爹爹和娘亲一起睡觉的。团团皱着眉头，看看娘亲，又看看爹爹，小声说道：那可以不要弟弟吗？宝贝别伤心，你就和爹爹娘亲一起睡，别听你爹爹他瞎说呢。秦静池心中不停叹着气，自家儿子真是不好惹，光看他掉几滴眼泪，自己这心里就难受得紧，自家媳妇儿也不站在他这边。唉，团团爬进娘亲的怀里，紧紧抱着娘亲。还是娘亲好，娘亲是不是也喜欢团团和你们一起睡觉的？喜欢，娘亲每天都想抱着我的宝贝团团睡呢。团团好喜欢娘亲。团团，你也亲近爹爹好不好？团团继续抱着娘亲，缩在娘亲怀里不出声，当作没听到爹爹的话。江婉婉低头看了看怀里的团团，又向秦静池使个眼色。秦静池会意，就一把将团团抱进了自己怀里。团团还在难过呢，于是便反抗地踢了踢爹爹，小手也跟着拍他。秦静池也不管小家伙愿不愿意，抱着他躺下，就扯过被子盖上。都是爹爹的错，团团别生气了好不好？爹爹也喜欢我们团团一起睡觉的，而且我们团团这般可爱，还这般的乖巧懂事，爹爹喜欢你还来不及呢。真的吗？爹爹没有骗团团吗？当然了，爹爹不会骗你的。爹爹，团团还很小，团团都还不会穿衣服呢，所以是不能一个人睡的呀。爹爹让团团自己睡，团团会很伤心的。等团团以后长大了，比狗蛋哥哥还大的时候，再自己睡觉觉好不好呀，爹爹？好，那爹爹以后都不让团团自己睡了，等团团大一些的时候再自己睡吧。团团原谅爹爹的话，亲亲爹爹好不好？爹爹要像团团喜欢爹爹一样喜欢团团哟。爹爹比你喜欢爹爹还要喜欢你。团团还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呢，他刚走我就开始想了。小家伙去不了几天的，正好咱们这段时间要忙火锅店的事儿，也顾不上他了，忙起来就不会那么想他了。接下来的几天，秦静池去大坪村找了张全，谈了牛肉供应的事情，又和江婉婉一起在村里找了几个老实的少年，打算培训几天就帮忙跑堂上菜。一切准备妥当后，便打算开业了。这天晌午过后，火锅店门口的鞭炮就噼里啪啦响个不停，很快店门口就聚集了许多人。因为江婉婉提前让店里的伙计们在店门口帮忙宣传了几天，发了些类似于传单的东西，所以今天来看热闹的人倒是很多。
我看那个小纸片上写的就是卖主菜的。那有啥好吃的呀？还不如自己家煮呢，哪还用费这个钱呢？原本大家都只是凑在门口看热闹，说冷不丁看到县令大人和县里的首富都来了，大家这才真正的好奇起这家店的味道来。那些不差钱儿的，见县令大人他们进去了，自然就首当其冲的跟着进去了。小佳，你们这隔壁开了一家卖什么的店铺啊？大柱哥，你好几日不来，所以不知道，这隔壁啊也是我们老板和老板娘开的，是卖火锅的，新吃食啊。那我可得去尝尝。我的小龙虾你们开始做了吗？哦，还没到你的呢。那我的就别做了，我要去隔壁吃那火锅去了。说完便火急火燎地出了店门，直奔旁边的火锅店。林江站在店里无奈地摇摇头，不过反正都是他们的店，也没什么损失。老板，点菜。你们这火锅是个什么菜啊？小光，你快去招呼着。知道了，静池哥，我这就去。客人，您要点什么？锅底要什么样的？这些不是做好的菜吗？哈哈，我们这火锅不是做好的菜，是上个汤底，然后点菜煮了吃的。张大柱皱着眉，这主菜有什么可吃的？还不如吃小龙虾和肉蟹包呢，那个比这个可香多了。不过来都来了，就随便吃点吧，下一顿再去吃虾蟹。你们这锅底儿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锅底有鸳鸯锅和普通辣锅，客官要是喜欢吃辣的就点辣锅，要是不喜欢就点个鸳鸯的吧。辣锅分微辣、中辣和重辣，您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就行了。那来个辣锅吧，要个中辣吧。行，那您再看看菜都要什么？有麻辣牛肉、五花肉、毛肚、虾滑、豆腐、鱼丸、白菜、土豆、萝卜、鱼肉、小酥肉、海带，这些您都可以选。哦，对了，毛肚的量不多，一头牛身上并没有多少，您要是喜欢可得抓紧了，不然可能明儿来就没了。啊，那就要这个牛肉、五花肉、豆腐、虾滑、土豆，还有那个你说那什么叫毛肚是吧？还有这个海带是个什么东西啊？也点一份尝尝吧。这海带顾名思义便是海里的东西，味道很好的。行吧，那你快去上菜去吧。而楼上的包厢里，李远他们一家则是吃的头都不愿意抬。秦金燕来给他们上的菜，还给他们调了蘸料。见李雪珍吃得开心，她也不自觉地笑了起来，小声说道：慢点吃，小心烫。知道了。哇，好烫，还好辣，不过好好吃啊。他们吃着，秦金燕又给几人都冲了2杯蜂蜜柚子茶。袁叔、苏姨，我给你们冲了柚子茶，吃一会儿，喝几口可以解解腻。好好好，我可喜欢呢。这柚子茶还有些烫，你等凉一些再喝，不过也不要喝太凉的。好，知道了，你快去帮嫂子他们的忙吧，不用管我们了。秦金燕趁李远和苏荷没注意，便伸手摸了摸他的头。那我先走了啊。然后又向李远和苏荷打了声招呼，便出去了。而楼下，张大柱左等右等，他的锅底和菜终于送上来了。客官，那边有各种小料，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调蘸料。要不你帮我介绍一下吧，我也不知道加什么好吃。走到小料区，一碗碗小料映入眼帘。秦晓光一一介绍完，张大柱便迫不及待地拿着小碗加料了：2勺芝麻酱，1勺辣椒碎，1勺蒜泥，1勺葱花和香菜，又加了一点白糖，倒了点香醋。他才激动地端着小碗回了座位。张大柱嘴里吃着牛肉，眼睛还冒着热烈的光，不住地瞟向锅里。真是香啊！客官，这毛肚讲究7上8下，就是用筷子夹着放进锅里，上上下下烫个7、8次就可以吃了。这个时候的味道是最好的，煮过了就没那么好吃了。张大柱连忙放下盘子，按照他说的话开始涮起来。厨房里，姜文婉和秦静池倒是没多忙，火锅底料都是炒好的，直接放一大块进锅里，
加入香浓的骨汤，就可以端上桌了。小莫、小光，你们感觉怎么样？点菜上菜都熟悉了吧？嫂子，我都会了。嫂子，你放心，我这后面都没出过错了。那就好。怎么样，累不累啊？我都没干什么呢，有什么累的？咱们的火锅呀，果然是很好卖的，我就说肯定受欢迎。是啊，外面还有好多人排队呢。阿燕说远叔他们很喜欢，就连那沈员外也喜爱的紧呢。静池哥、嫂子，咱们火锅味道这般好，大家肯定喜欢了。他刚说完，外面就又有客人喊了，便连忙出去了。结账。锅底40文，麻辣牛肉一盘50文，毛肚一盘40文，虾滑40文，加起来一共是360文。你是边看边算的吗？见面前的少年点点头，沈怀师不由得高看了他一眼。他还从未见过算学这般厉害的人，倒也是个人才。不过他也没有多说什么，就只是感叹一番，付完钱便走了。坐在厅堂里的张大柱也终于吃完了，吃完菜都有些舍不得锅里香浓的汤底，这要是带回去下点面条，味道估计也是顶好的。不过今日也没带能装的东西，只能遗憾地放弃了，才慢悠悠地付钱走人。这火锅可真香，雪天里来吃一顿，那真是极大的享受呢。秦静燕着迷地看着他的笑容，呆愣愣地点头。好吃。你干嘛呀，呆子？阿珍，你真好看。你胡说什么呀？秦静燕看着他这副羞怯的模样，心中欢喜更甚，弯腰在他额头上落下了一个吻。李雪珍捂住额头，感受了一下刚刚若有似无的触感。爹娘估计等着急了，我先走了，走了啊。说完便低头从他手臂下钻过去，步履轻快地下了楼。过了好一会儿，秦静燕才以手抵唇，轻咳了一声，跟在他身后下了楼。他进到厨房，远叔、苏姨，你们以后常来，想吃了就过来啊。我们可不跟你们客气，这冬日里来吃一顿火锅可别提多舒服了。婉婉啊，你这手艺可真是绝了，谁能想到这简单的主菜竟能是这般绝味呢？是啊，嫂子，这火锅太香了，以后我可要常来，你可别嫌弃我啊。好，你能常来呀，阿燕估计会高兴疯了。那小子啊，也不好总去你家找你，天天在我耳边念叨着多久没见到你之类的，倒是可怜的紧呢。嫂子，我不和你说了。见江婉婉笑得开心，李雪珍不由得撅着嘴看向秦静燕，自以为狠狠地瞪了她一眼，而在秦静燕眼里却是毫无威慑力，倒显得她更加的娇俏可爱了。李远和苏荷也没看见两人的眼神交流，又聊了几句，便带着李雪珍回去了。反正团团也没在家，秦静池和江婉婉便也就不着急回去。到了傍晚，店里还坐满了人，一片灯火通明，热闹非凡。林路和林江他们两兄弟和张叔张婶他们从今天开始就住在火锅店的宿舍里，所以也是很晚才歇业。哥，火锅店那边生意可好了，现在还坐满人呢。那是自然啊，你也不想想那火锅味道那般好，这种情况也很正常啊。你们别说啊，我自从昨天吃了那顿火锅后，这心里一直就想着那味道呢。现在静池哥和婉婉嫂子都让我们想吃就吃，你要是想吃啊，咱们就去啊。咱们哪能经常吃啊？那火锅价格可不便宜，哪能白吃啊？偶尔吃一次就行了。张婶儿，您这说的什么话呀？咱们自己人吃都是应该的呀，啊，哪里缺你们这点啊？你们想吃的话，一会儿歇业了，你们自己弄一份锅底，肉和菜什么的，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多吃点就当宵夜也成。静池哥，那我要2份牛肉，想吃多少吃多少。林路、林江和张叔张婶他们每天都挺辛苦的，做活也很认真麻利，每天来店里的时间也特别早，这些秦静池和江婉婉都看在眼里，而且原本就是要管他们饭的，就算他们天天吃火锅也不算什么事儿。谢谢静池哥。谢谢静池了。今天直接歇业吧，反正应该也没什么客人了。哎，好。阿哥嫂子，我感觉这天气估计是要下雪了。
是呀，估摸着也就这几天了。我们要不要买一匹马呀？再套上马车吧。虽然咱们去县里也不远，但有马车更方便一些。我竟一时没想到呢，咱们早就该买了。回到家，秦父秦母已经在壁炉里烧上炭火了。他们三人一进屋，就换上专门在家中穿的布鞋。我们团团都已经去亲家那边玩了好些天了，什么时候接回来呀？阿哥嫂子，咱们把团团接回来吧。这些天他叫我小叔叔，我这心里都空落落的。秦晋池和江婉婉便答应下来。这几日小家伙不在，他们觉都睡不好了。团团走的前2天，秦晋池拉着江婉婉倒是好一顿折腾。过了2天，被江婉婉踹下床后，也就没敢太放肆，这才想起了自家儿子。阿哥嫂子，你们俩明天去接团团吧，火锅店也没有什么难的，我都会做。小光他们也会上锅底什么的，所以这个你们也不用担心。行，那你明天多看着些。不过我和婉婉早上就去，上午过后把团团接回来，应该也可以去店里看看的。行，你放心吧，阿哥。这才刚刚开业，江婉婉心中还是有些担心，但她心里又太想团团了，只能是明天早点去，早点回吧。夜慢慢深了，等秦父秦母他们都睡下了，江婉婉也洗完澡就上了床。她缩在被窝里，身体还微微发着抖。秦晋池进来时看见她这副模样，便连忙上床将她抱进了怀里，贴着秦晋池温暖的胸膛，江婉婉舒服地喟叹一声，好暖和啊。秦晋池脸贴在她的脖颈处，亲吻着她。咱们儿子明天就回来了，今天你就再随我一回，好不好？江婉婉话音刚起，就被他一吻封肩。第二日，江婉婉坐在床上，扶着腰，瞪着刚进来的人。你一点也不知节制，1个月你都别想了。江婉婉气愤地看着他，这人怎的那般烦人？他好几次都说不要了，他还那样。哎，媳妇儿，你也别生气啊，我这也是被逼无奈啊。咱们团团一回来，我哪里还有机会干什么呀？你不得让我趁着这个机会先吃个饱饭呢？哼，我说不过你，但我说到做到，你1个月都别想了。秦晋池知道他是刀子嘴豆腐心，过几天自己多哄哄，也就不会生气了。现在还是先顺着他吧。都是我的错，我以后都不这样了，好不好？你别生气了，咱们还要早些去接团团呢。那我先穿衣服，咱们早些出发。好，不用急，我看牛车来了没有？村里也有人和他们同路，他们正好可以搭人家的牛车。等江婉婉收拾好，牛车也等在外面的路上了。咱们走吧。而另一边的团团却不知道自己马上就可以回家了。小家伙刚来玩了2天还好，后面就开始想家了，每天时不时的就要在自家外公外婆家门口张望一下，看看爹爹和娘亲有没有来接他。今天李三娘刚给他洗了脸，他就又噔噔噔的跑到了门口，往马路尽头不住的张望。李三娘和江贤武看着大门口的小团子，只得无奈的对视。过了一会儿，团团才垂头丧气的走了回来。外婆，爹爹和娘亲怎么还不来接团团呀？他们应该就快来了。团团不喜欢和外公外婆玩吗？怎么这么想回家呀？说着还装作一副伤心的样子。没有呀，团团很喜欢外公外婆的。自从团团来了之后，江贤武和李三娘把家里的鸡都逮了几只杀了，专门炖给小家伙吃。团团虽然小，但他也知道鸡都是要留着下蛋，是很珍贵的东西，所以看到外公他们把鸡宰了做给自己吃，团团又心疼又高兴。外公，怎么又是鸡肉呀？小鸡不是要用来生蛋蛋的吗？外公外婆是特意做给我们团团吃的呀。团团看了看锅里的鸡肉，双眼亮晶晶的，凑近闻了一下，好香呀，肯定特别好吃，谢谢外公外婆。江贤武夫妻俩见团团吃得香，之后就又杀了2只炖给他吃。
团团想到吃过的香喷喷的鸡汤和鸡肉，就更喜欢自家外婆和外公了。外公外婆，团团就是有些想爹爹娘亲了，因为团团都没有这么久不在家过呀。可是外婆想让团团多陪我们一些日子呀。那外公外婆和团团回家好不好呀？傻孩子，外公外婆怎么能跟你回家呢？李三娘跟江贤武和团团说着话，突然就传来了一阵拍门声。打开门，赫然便是秦晋池和江婉婉。啊，爹爹娘亲，你们终于来接团团了，团团好想你们的呀。爹爹和娘亲也很想团团啊。团团，爹爹娘亲来接你回家喽。爹爹娘亲。李三娘和江贤武在后面笑眯眯地看着他们一家三口，亲昵地说着话。晋池啊，婉婉，快进来快进来，这大冷天的。知道了，娘。李三娘招呼着他们坐下，就连忙给他们冲了热腾腾的柚子茶。你们快喝茶，暖和暖和。岳父岳母，这是我们带的一点肉，还有点酒。李三娘把篮子接过来看了一眼，就看到了一只肥壮的猪大腿肉，一坛子葡萄酒，10几个红彤彤的大番茄，还有许多辣味不太明显的青椒。哎呀，你们怎么送这么一大只猪腿肉啊？这猪腿肉可贵着嘞，浪费这个钱做甚？只是块肉罢了。娘，你和爹在家趁着新鲜，可要早些吃啊。这酒可真香啊，不错不错。你就知道吃喝。女儿女婿给我带的，这有什么的？正好送到我心上了。静池、婉婉，这酒可真香。你们上次给我们带回来的酒，我都存在地窖里呢。这一坛子爹也给存上，过几年味道肯定更好。岳父，您想喝随便喝，家里还有，专门存着还有好多呢。到时候您想喝什么样的都有。那我一会儿便开这坛来尝尝。娘亲，外公可喜欢我们的酒了，团团看到外公每天都要去地窖里闻一闻呢。娘亲，我们下次再送好多酒给外公吧，不然外公都舍不得喝了。就像娘亲每天只让团团吃3颗糖糖，团团就都舍不得吃，只能闻一闻一样。娘亲，你说外公可不可怜呀？你个小家伙，别以为娘亲不知道你想多吃糖。娘亲好聪明呀，那团团回家可以多吃几颗糖糖吗？李三娘被江婉婉叮嘱过，所以这几天她也没有给团团多吃糖。小家伙和江贤武爷孙俩每天状态倒是很像了，老的每天就去闻闻酒坛子，小的每天拿着3颗糖，也是一副舍不得又痴迷的模样。那回家给团团5颗吧，不过就今天可以哦。好吧，谢谢娘亲。又坐了一会儿，李三娘就起身张罗着做饭了。婉婉呐，静池，你们先坐着，娘去给你们做饭啊。娘，我和你一起吧。不用，你坐着喝喝茶，暖暖身子就成，娘用不着你。我和你做这饭，动起来才好呢，这样很快就能暖和起来啦。娘说不过你，那你就来帮帮娘吧。吃过饭休息了一会儿，秦晋池和江婉婉便打算带着团团回去了。外公外婆，团团真的走了哟，你们每天都要想团团的，团团也会很想你们的。爹娘，你们真的不和我们回去住几天吗？团团也很舍不得你们呢。我们这家里也走不开呀，也不好总让别人帮我们看着家。你们过一段时间就带着团团过来看看我们老两口便是。下次来呀，可就不能这么早走了，至少也得在家里住2天才是。好，我们会常来的。岳父岳母，你们放心，我一定会带婉婉和团团多来看你们的。外公外婆也要去找团团玩的哟，团团在家里还藏了小肉干，很好吃的。外公外婆来找团团，团团可以都给你们吃。外公外婆也会想团团的，
过段时间我们就去看你。好。团团，咱们回家吧，以后再来看外公外婆。牛车已经等好久了呢。好吧。哎呀，这是……爹娘，团团睡着了。那快把团团放床上躺着睡吧。秦晋池点点头，接着便走进屋里，把团团小心地放到了床上。秦母又看了团团几眼，才跟着秦晋池和江婉婉走出房门。晋池啊，婉婉，你们吃过饭了吗？娘给你们做点吃的。娘，我们吃过了，现在饱着呢。咱们去火锅店看看吧，这才刚营业，我总是不放心。哎，好，咱们坐一会儿再走吧。两人喝了点水，没过多久就去县里了。团团醒来时，看着有些陌生的屋子，有些回不过神儿。爹爹，娘亲，奶奶的小乖孙哦，你醒了，奶奶给你穿衣服啊。奶奶，这是哪里啊？团团怎么在这儿？怎么自己家都不认识了？这是咱们新家呀。团团都没来这间屋子睡过，都忘了。奶奶，爹爹和娘亲呢？他们去县里了，晚些时候就回来了。好吧。来，奶奶给我们团团穿衣服。好。奶奶，团团好想你们呀，你们想团团了吗？奶奶当然想我的小乖孙啦。见团团衣服已经穿好了，秦父便把团团抱了起来。哎呦，乖孙儿，你在外公外婆家玩得开心吗？开心，外公外婆还给团团炖鸡肉吃，鸡肉嫩嫩的，好香。那开春去，等天气暖了，咱们也养一群小鸡，到时候养大了炖给我们团团吃。好。说话间，秦父便把团团放到了沙发上。小家伙可喜欢自家的沙发了，在上面开心地蹦了几下才停下来。团团，要不要喝柚子茶？团团想喝。好，奶奶这就给你泡。这边祖孙三人喝着柚子茶，倒是惬意。另一边，火锅店里就没有这般和谐了。静池哥，嫂子，这可怎么办呢？菜我们都洗干净了的，不可能有虫子的呀。别怕。一旁江婉婉紧皱着眉头，看着那张桌上坐着的几个青年。他们就是故意来找茬的，我先过去看看吧。走吧。各位客官，我听店里的伙计说你们在菜里吃出了虫子，是吗？一个黑瘦的男人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浑浊的眼睛里全是兴味，盯着江婉婉看着，也不说话。秦晋池咬紧牙关，正想出手时，江婉婉眼疾手快地握住了他的手。反正你们店就是不干净，都吃出了这般恐怖的虫子，这还了得？你们就看看怎么办吧。江婉婉看着那只明显不可能出现在菜里的蜈蚣，心中松了口气。过了一会儿，无奈地说道：这虫子应该不是菜里的，我们店里的菜呀都是清洗很多遍，不可能会有。好好说话。你们这饭菜不干净，还有理了。反正今天一定得给个说法。对，必须得给个说法。哎呦，你们这丧天良的店铺，不仅菜里有恶心的虫子，我这吃完后肚子还疼得不得了。你们还想推脱？二哥，你和大哥可要给我们做主啊！秦晋池看着旁边渐渐聚拢过来的客人，知道这事情不有个圆满的解决，以后估计生意也不好做了。思索片刻，他看向江婉婉道：咱们直接报官吧。小光，你快去报官吧，等县衙的人来了，该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肯定会解决的。就算是让我们歇业，我们也绝无怨言。说完，眼神便一一扫过桌边坐着的一圈地痞流氓，语气凉凉的道：不过要是不是我们的责任，那我们也不会任人欺负，反正到时有错的一方，20大板估计是免不了的。桌上的黑瘦男人紧紧攥了攥手，想到王员外说的话，他就又慢慢冷静下来。王员外可是说了，这几只虫子可是有毒的，可是他好不容易弄来的，而且这些虫子
他们从汤底刚端上来时就趁人不注意丢了进去，捞上来时也是在店小二面前捞的，这铁证如山，肯定不会出问题的。很快一群衙役便跟着秦小官过来了，了解了一下情况，就都要把他们带去县衙。那几个地痞看着衙役过来了，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腿脚都在发抖。他们也就是平时干点小偷小摸，再严重些也就是像今天这般受人指使，来别人店里闹闹事。以往其他人都会给他们银子息事宁人，更有甚者直接歇业的也是有的，还从没有人像这般报官过。眼下看着这群官差，他们也没法子，只能都跟着去，反正那锅里的虫子可是实打实的。阿木，你带着其他人看着点，小官算是证人，我们就带他一起过去。今日招待不周，大家的饭钱就都不收了。不过我们家的食材确实是很干净的，相信一会儿县令大人也会还我们的清白，大家可以放心的吃。放心吧，你们家的东西我吃过，很干净的，相信县令大人也会还你们公道的。谢谢。谢谢衙役大哥了，以后您来我们店里吃饭呀，一定多给您优惠。衙役笑着点点头，也没再说什么，便走到前面去了。走快点。很快就到了县衙。李远看着堂下跪着的江婉婉和秦晋池，又看了看一旁衣衫脏乱、举止有些粗俗的一群小混混，微微皱起了眉头。一旁的衙役李锦跟他说了大概经过。李远皱眉问道：李三，你们今日去安安火锅店吃出了虫子，可有此事？回大人，确有其事。这吃出虫子的事儿，你们二人可认？回大人，民妇夫妻二人不认。你们店里的伙计亲自看到他们从锅中捞起了虫子，这人证物证俱在，你们为何不认？大人，我们那火锅店很大，他们几个人要是做了什么也很难发现。万一这虫子是他们故意放进锅里，等我家伙计过去添茶水的时候，故意捞出来陷害我们的呢？你胡说，分明是你们家东西不干净，我三弟吃完都肚子疼了。哎呦，真的好疼啊！大人，你可得为草民做主啊！大人，相信你也看到他们捞出的虫子来了。这虫子草民以前见过，但这种虫子实为毒虫，大多生长在多沙土的地方，咱们这种地方不可能会有这种虫子的，所以绝不可能在菜或者肉里面出现的。民妇也犯不着故意去那么远的地方将这虫子带回来，企图毒害客人呢。师爷，这些东西你比较清楚，你过来看看，这种毒虫可是菜里会生长的。回大人，这种毒虫名为蜈蚣，多生长在丘陵地带或者多沙土的地方，咱们曲峰县水源丰富，并没有任何地方符合这种地貌特征，确实生长不出来。李三、曲江、张大庆、张和，你们可还有话说？回话！大人，小人不是故意的，小人只是被县里的王员外给指使的呀，我们没想这么做的。大人，您饶了巧的吧。其他三人见他都说了出来，也不停地磕着头。大人饶命！大人饶了我们吧，草民再也不敢了。那王员外可是王奎？对，王员外是叫这个名字。张岩，去把那王奎给我押过来。是，大人。很快王奎便被带到了县衙。王奎，你指使李三、曲江、张大庆、张和他们四人到安安火锅店闹事儿，可有此事？大人，草民不知情啊，草民从未指使过任何人呢。王员外，你可不能不管我们呢！是你看不过那火锅店和那海鲜店的生意比你鲜味楼的生意好，才指使我们去闹事的。就连那虫子也是你交给我们的呀！大人，他说的都是真的，不然我们也弄不来那种虫子呀。对，他还说那虫子毒性有些大，放在锅里他们店肯定逃不脱。这都是他的原话。王奎、李三他们所说之事，你可认？我给了你们银子，你们这些臭混混竟然敢出卖我！大人为草民做主啊！这王奎做的恶事可不止这一桩，他家前些日子找人修庄子，每日还得让我们去搬巨石来修，等庄子终于完工了，他就不付给我们工钱。秦晋池诧异地看着林路，然后又看向王奎，
原来这便是那王员外。大人，我们夫妻二人都能作证，这林路原本在王奎家干了大半个月，每日都很辛苦，肩上也都是淤青，最后却没能拿到工钱，还被王奎的家丁打得鼻青脸肿的，这些都是我们夫妻二人亲眼所见。你们可是签了协议的，你们盖的那个庄子我就是不满意，你能拿我怎么样？王奎，这下人证物证俱在，你可还有话要说？草民知罪，不过不给工钱的事儿，草民可不认，这当初可是签了协议的，草民要是不满意就可以不给钱。是这样吗？林路无奈的点头。可是大人，我们做工的人都不识字儿，是他骗我们签的。王奎陷害同行，克扣工人工钱，行为实在恶劣，本官命你将克扣的工钱全数补给工人，至于找人去安安火锅店闹事一事，便赔偿秦敬池和江婉婉夫妻俩100两银子，并打20大板。见王奎还要辩解，还恶狠狠地看向秦敬池他们，李远皱眉继续道：若是以后你敢再犯，便从重处罚。李三、曲江、张大庆、张和，你们4人虽受王奎指使，但此行为实属不该，每人赔给秦敬池夫妻2人10两银子，并打20大板。大人，你可知道我是谁啊？我舅舅可是在京都当差的，你不能这般对我。敬池、婉婉，远叔您来了，去楼上坐坐吧。小光，你快去上锅底，把肉和菜也都送上去1份。知道了，嫂子，我这就去准备。想着上面坐着的是县令大人，秦小光的手脚都动作得更快了。江婉婉上了楼，便听见了秦敬池和李远说说笑笑的声音。远叔，今天谢谢您了。哎呀，原本就是你们被陷害了，这都是我该做的。远叔，那王奎说他舅舅在京都任职，我看他那般愤恨的模样，他怕会报复您啊。我知道他舅舅只是个不足轻重的人物，不碍事的。那就好。以后呀，你们有什么事儿就去找我，我总是能帮上点忙的。谢谢远叔。3人吃完火锅，外面天色也暗沉下来了。送走了李远，江婉婉和秦敬池给秦小光他们交代了几声，又叮嘱他们不要将今天的事情告诉秦敬燕和秦父秦母他们，这才往家中赶去。阿燕，啊，嫂子，怎么了？你笑什么呢？我想到雪珍了。哎，对了，爹娘，你们明天就选个好日子吧，该给咱们阿燕提亲了呢。嫂子，真的吗？太好了。这才只是提亲，要成亲的话呀，估计还要好长一段时间呢。能先定亲就好了呀。那明天娘和你爹便去找人挑挑日子，再去请县里的王媒婆。好，谢谢娘。你以后定亲了，可要担当起自己的责任了，以后就不止你自己了，有妻子了，以后还会有孩子，你也得好好想想以后的事情了。我知道的，阿哥。大人，今日来到贵府，乃是听闻您家千金贤良淑德，温婉贤惠，美丽大方。今有那秦家2郎品性良善，一表人才，今日略备薄礼，想要求娶您家千金。虽然礼薄，但还请您和夫人笑纳，只希望2家能缔结秦晋之好。小姐，是姑爷来求亲了。还未定亲呢，什么姑爷？别乱叫啊！哎呀，迟早的事嘛。老爷，那秦家2郎我是知道的，是个不错的小郎君，您怎么看呢？夫人做主便是。那王媒婆便去回那秦家2郎吧，他备的礼品我们收下了。哎，好。接着又决定了过几日商量婚期之后，王媒婆便满脸喜意地出了门。走到火锅店，王媒婆进去便拉着江婉婉他们说道：答应了，你们也真是运气太好了，遇到我王媒婆，要不是我在县令大人面前不停地夸赞你家2郎，这亲事啊估计也悬。那真是辛苦王媒婆了。来，您快坐，尝尝我们店的火锅，你还没吃过呢吧？这我还真没吃过呢，今日我可得好好尝尝。好，随后便给您上菜啊，您到时候啊可得多吃点儿。
说完，江婉婉便进了厨房。嫂子，怎么样？成了吗？别冒冒失失的，这都快成婚的人了。好啦，答应了。太好了，太好了！嫂子，我出去一下。